在访问新疆期间，他没有见到被拘留的维吾尔族的公民，也没有见到他们的家人，行程受到限制，但估计这为时已晚，美国不会再同意他继续当人权的高级专员了。各位网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报民说。这期话题我们说的是因为访华的态度不够坚决，美国逼迫的联合国的人权高级专员辞职。5月下旬呢，联合国人权事务的高级专员巴切莱特女士访问了中国，她的主要目的是调查新疆的人权问题。但是围绕着她的访问，美国方面一直在发出刺耳的声音，似乎不把她的访问搅黄就不罢休。其实呢，这位巴切莱特女士并没有胆量完全仗义直言，她在访华前后的言论当中，还是在或多或少的指责中国。巴切莱特的发言人科尔维尔在1月29号就对路透社表示，巴切莱特的访问必须是有意义的，在不受监督的情况下进入新疆地区。这种条件显然是对中国主权的无视，当然是中国无法接受的。所以巴切莱特的访华就一拖再拖。到了5月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，巴切莱特不可能对新疆人权进行全面、独立、不受操控的评估，所以呢，他同意访华是错误之举。不过巴切莱特还是来了，他不但到访了新疆，还得到了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视频会见。据巴切莱特介绍，他在新疆走访了喀什的监狱以及喀什的实验学校。很显然，巴切莱特没发现什么违反人权的事情，但他还是得为西方说几句话呀。巴切莱特要求中国政府检讨反恐和去极端化政策，确保完全符合国际人权的标准。在中国人看来呢，这样的措辞已经是很过分了。新疆饱受恐怖主义之苦，新疆军民在党中央和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下浴血奋战，付出了巨大的牺牲，才换来了今天的安定的局面。我们和恐怖分子殊死搏斗的时候，这位巴切莱特没出现，我们打赢了反恐维稳战，社会安定了，他跑来挑毛病，这算什么人权标准呢？然而巴切莱特这样的表态，美国政府竟然还是不满意。6月13号，巴切莱特在社交媒体上表示，由于受到来自各界的压力，他自己打算在近期辞职。其实呢，地球人都知道，哪里有什么各界的压力啊？压力的来源只有一个，那就是美国。巴切莱特女士的遭遇向我们证明了这样一件事情，在今天美国所主张的那种政治立场之下，一个政治人物，不要说政治诚实主持公道，哪怕就是不想说谎话都是很难做到的。6月初有媒体披露，美国驻广州领事馆的外交官在招待美国商人时曾公开表示，他们很清楚地知道新疆并没有什么问题，纠缠新疆问题就是为了给中国政府找麻烦，制造混乱和颠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巴切莱特女士到新疆的考察，只要无法得出美国方面想要的结论，就一定不会有什么好结果。这样的事情在所谓的新冠病毒的溯源问题上已经上演过好多次了，只不过世界卫生组织主席谭德赛选择了倒向美国，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中国方面交出所谓的证据。那么他也理所当然地被中国方面所拒绝。事实上呢，从巴切莱特女士来华前后的言论看，她对于新疆问题的认识是有一个转变的。在来新疆之前呢，她曾经公开表示要调查新疆的所谓种族屠杀和强迫劳动的问题，但是在访问结束以后，她就再也不谈这两个问题了。现在看来呢，巴切莱特女士好像有点后悔后悔什么呢？不该违逆美国人的意志。6月15号，他在人权理事会会议上说，在访问新疆期间，他没有见到被拘留的维吾尔族的公民，也没有见到他们的家人，行程受到限制，但估计这为时已晚，美国不会再同意他继续当人权的高级专员了。好，这期话题就说到这里。